大家好，我是王树森。前面的课程仅讲了搜索引擎的基本概念、用户满意度以及评价指标。这节课内容是搜索引擎的链路。搜索引擎的链路主要分为3个环节，分别是查询词处理、召回还有排序。当用户输入查询词之后，首先做查询词处理，它包括很多功能模块，比如分词、词权重、类目识别、意图识别、查询词改写。查询词处理的结果会在后面的召回和排序中用到。链路上的第2个环节是召回，从海量的文档中找出几万篇与查询词相关的文档，这里会有20-30条召回通道同时运行，各自有一些配额。召回结束之后，会用规则或者简单的模型做个初步筛选，把文档数量降低到几千，然后再送去排序服务器。搜索链路上最后一个环节是排序，它决定搜索结果页上文档展示的顺序。排序比较复杂，需要计算相关性、点击率等很多分数，然后用规则或者模型融合这些分数，给出最终的排序。搜索引擎的排序比推荐系统要复杂很多。推荐系统的排序主要就是靠预估点击率和交互率，搜索引擎的排序也要预估点击率和交互率，把它们作为个性化分数。此外还需要相关性、时效性、内容质量等很多分数，要综合所有这些分数做排序。在这些分数中，相关性的重要性是最高的。搜索引擎的链路就是这样。这节课剩下内容分别讲链路上的3个环节。链路上的第1个环节是查询词处理。查询词处理很零碎，知识点很多，但是不要害怕，查询词处理其实很简单。查询词处理的工程难度远小于召回和排序，只需要很少的人力就能实现查询词处理大部分的功能。用户搜索查询词之后，系统会调用很多个查询词处理的服务，包括分词、词权重、类目识别、意图识别、改写等等。这些模块输出的结果会被下游的召回和排序用到。查询词处理的重要性其实不高，只要有分词就可以做文本召回，搜索引擎就能勉强工作了。如果用向量召回，甚至连分词都不需要。词权重、类目识别、意图识别、改写这些功能，都是为了让搜索引擎效果更好，而非必不可少。假如少了这些查询词处理的功能，尤其是少了意图识别，用户会觉得搜索引擎很蠢，不太好用，但也不是不能用。查询词处理有个缓存，如果查询词命中缓存，就直接读取缓存中的查询词处理结果，不需要调用各个服务做计算。对于通用搜索引擎，几百万个高频查询词就能覆盖每天大部分的搜索请求，也就是说，只需要对几百万个高频查询词做缓存，就能避免查询词处理环节大部分计算。下面简单过一遍查询词处理的几个主要模块。对于中文搜索引擎，查询词处理中必不可少的模块是分词。比如用户输入查询词冬季卫衣推荐，将其切分为3个 term， 冬季、卫衣、推荐。搜索引擎为什么需要做分词呢？分词主要是给文本召回使用。查询词被切成多个 term 之后，文本召回用这些 term 在倒排索引中检索文档。比方说一篇文档包含卫衣这个 term， 这篇文档就会被检索到。倒排索引的 key 大多是冬季、卫衣、推荐这样的常用词，数量不大。假如不做分词，倒排索引上的 key 都是冬季、卫衣、推荐这样很长而且不常用的词，倒排索引会过于巨大，带来工程上的困难。所以为了做文本召回，必须要把查询词切分成多个较短的 term。词权重也是查询词处理的一个模块。词权重不是必要的，但是对搜索引擎很有用。我先举个例子来解释词权重。查询词还是冬季、卫衣、推荐，做分词切成了3个 term。大家觉得这3个 term 同等重要吗？是否可以丢弃其中1-2个 term？ 这3个 term 的重要性当然不同。卫衣的重要性最高，其次是冬季，最不重要的是推荐。假如丢弃掉卫衣，搜索冬季推荐，搜不到用户想要的文档，这说明卫衣很重要，绝对不能丢弃。假如丢弃掉冬季，搜索卫衣推荐，搜到的文档中有一小部分是冬季卫衣，其他的是春秋季卫衣。搜索结果中有一部分是相关的，一部分是无关的。这说明冬季比较重要，丢弃的话对搜索结果有挺大的影响，但也能搜到用户想要的文档。如果丢弃掉推荐，搜索冬季卫衣，查询词的语义基本不变，搜到的文档几乎都是用户想要的。这说明推荐这个词不重要，丢弃掉几乎没有影响。
搜索引擎为什么要计算词权重呢？主要是为了给召回使用。如果查询词太长，比如切分出了8个 term， 几乎没有任何文档可以同时包含这8个 term， 那文本召回就找不到用户想要的文档了。这时候需要丢弃掉一些不重要的 term。词权重的作用就在这里，它告诉文本召回哪些 term 不重要，可以丢弃。词权重的另一个作用是计算相关性。召回结束之后，可能需要用简单的规则或者模型计算相关性，对文档做个初步的筛选，过滤掉不太相关的文档。假如查询词被切出了5个 term， 有一篇文档包含了其中3个 term， 但这3个 term 的词权重都很低，那这篇文档恐怕与查询词不相关。查询词处理还需要做类目识别。每个平台都有自己的多级类目体系。多级类目很好理解，比如美妆是1级类目，包含彩妆、护肤、美甲、香水、医美这些2级类目。一个平台大约有几十个1级类目，几百个2级类目，甚至还会细分出3级类目。搜索引擎会用 NLP 技术识别文档和查询词的类目，这属于多标签分类问题。一篇文档或者一个查询词可以同时属于多个类目。文档类目识别在文档发布的时候离线做，而查询词的类目识别是在搜索的时候在线做。搜索引擎为什么需要做类目识别呢？类目识别的结果会给下游的召回和排序用。召回模型、排序模型会将文档和查询词的类目作为特征使用。查询词意图识别比较复杂，我在这里简单讲几种意图识别的任务。首先是时效性意图，指查询词对文档新的需求，比如新款电动车测评明确要求了新款，带有很强的一般时效性意图。再比如搜某个热点新闻，带有突发时效性意图。如果查询词带有时效性意图，那么召回和排序都需要考虑文档的年龄。然后是地域性意图，现在用户普遍使用手机做搜索， App 可以获取到用户的地理定位。如果用户搜了附近的美食，显然带有地域性意图，搜出的结果需要离用户比较近。对于地域性意图的查询词，召回和排序不只需要考虑文本相关性，还需要结合用户地理定位、查询词提及的地点以及文档定位的地点。抖音搜索对地域性意图的理解非常好，大家可以试一试。还有用户名意图，如果用户想要找平台中的某位用户，输入的查询词是用户名或者 ID 的字符串。如果搜索引擎判定查询词带有用户名意图，就应当检索用户名的数据库，而非检索文档数据库。抖音、快手、小红书虽然是社交平台，但也做电商的生意。如果你搜索跟商品相关的查询词，搜索结果页会有很多商品。原理就是查询词处理模块识别出了求购意图，推测你可能想要购物，于是调用了电商搜索的链路。我在这里简单讲了4种查询词意图，其实查询词意图远不止这4种，而且一条查询词可以同时带有多种意图。具体内容后面的课程再讲，这里就不展开了。跟其他的查询词处理任务相比，查询词改写应该算是技术难度最大的任务了。没有查询词改写，搜索引擎也照样能 work。但如果把查询词改写做好，搜索引擎的评价指标可以提升很多。查询词改写是这样一个任务：用户输入查询词 Q， 算法将其改写成多个不同的查询词。在召回阶段，独立用 Q 和改写后的查询词做召回，对召回的文档取并集。查询词改写有什么用呢？换句话说，为什么查询词改写可以大幅提升搜索引擎的评价指标？第一个作用是解决语义匹配但是文本不匹配的问题。举个例子，查询词是 LV 包，有篇文档是推荐几款 Louis Vuitton 的包包。虽然 Q 和 D 语义相关， D 完全可以满足 Q 的需求，但文本召回只会做字面上的匹配，无法用 Q 检索到 D。 通过对查询词做改写，把 LV 改写成 Louis Vuitton 和路易威登这样的同义词，就可以搜到这篇文档了。查询词改写的第二个作用是解决召回文档数量过少的问题。如果查询词的表达不规范，或者查询词太长，都会导致召回的结果很少。比如老谋子拍的电影就是不规范的表达，可以改写成张艺谋的电影。再比如身高160，体重120，年龄20，女穿搭推荐，这个查询词太长，限制过多，恐怕没有任何文档能字面匹配。如果对查询词做语义改写，变成微胖女大学生穿搭，
就能搜到大量的文档，可以满足用户需求。前面讲了查询词处理，现在开始讲链路上的第二个环节，召回。召回就是大家常说的 information retrieval， 给定查询词 Q， 从文档库中快速检索数万篇可能与 Q 相关的文档 D。 这里同时有20-30条召回通道，每条召回通道都有自己的配额。文本召回就是最简单的文本匹配，借助到排索引匹配 Q 和 D 中的 term。 文本召回是最传统的搜索引擎技术，在深度学习成熟之前，搜索引擎几乎只有文本召回。最近几年，向量召回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文本召回。向量召回就是用 BERT 这样的深度学习技术，分别把 Q 和 D 表征为向量，给定查询词的向量，在向量数据库中做 AN 查找，召回向量相似度高的文档。这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双塔召回。除了文本召回和向量召回，搜索引擎还有一些离线构造的 KV 索引，主要用于高频查询词的召回。对于高频查询词 Q， 离线构造从 Q 到文档的索引，把查询词作为 key， 把文档列表作为 value。 在线上，如果查询词命中索引，就可以直接读取索引上存储的文档。构造这种 key value 索引的方法有很多种，后面的课程再讲。首先介绍一下文本召回。文本召回需要借助倒排索引，系统会离线处理文档，建立倒排索引。倒排索引的 key 是 term， value 是文档。给定一个 term t， 可以快速找到所有包含 t 的文档。在线上，用户搜索查询词 Q， 查询词处理模块对它做分词，切成多个 term， 记作 t1 到 tk。 对于每个 term ti， 检索倒排索引，得到文档的集合 di， 这些文档全都包含 ti， 然后求 k 个集合的交集，得到一批文档，作为文本召回的结果。这里存在一个问题，交集可能很小，甚至为空，尤其是当查询词 Q 很长的时候，分词得到很多 term， 检索到的文档取交集，留下的文档数量很少。这就是为什么要计算词权重做丢词，或者做查询词改写。词权重和改写都是在查询词处理阶段做的，然后用在文本召回这里。我画个图再解释一下文本召回。我在这里画的是倒排索引。倒排索引把分词得到的 term 作为 key， 都是些很短的高频 term， 数量不是很大。每个 term 对应很多篇文档。有了倒排索引，给定一个 term， 可以快速找到包含这个 term 的所有文档。在线上做搜索的时候，这个查询词被切成了3个 term， 用这3个 term 作为 key， 在倒排索引上做检索，找到了3个集合，每个集合都包含很多篇文档。取这些文档的交集，就是文本召回的结果。刚才讲了文本召回，下面讲向量召回。向量召回借助深度学习技术，把查询词和文档表征为向量，在线上通过向量最精灵查找，检索与查询词相关的文档。看一下我画的图，左右两边各有一个神经网络，这种模型叫做双塔模型。左边的神经网络将查询词表征为向量，神经网络的输入是查询词的文本以及查询词类目等特征。右边的神经网络将文档表征为向量，它的输入是文档的文本以及文档类目等特征。两个神经网络输出形状相同的向量，于是我们可以计算两个向量的内积或者预先相似度。训练模型的时候，用相关性或者点积作为预测的目标。看一下右边这里，文档的向量表征是离线计算好的，存储在向量数据库。再看左边，查询词的向量表征是线上实时计算的。查询词很短，所以左边的神经网络推理代价不大。在线上做召回的时候，给定查询词的向量表征，在向量数据库中做 AN 查找，找到相似度最高的一批文档作为召回的结果。前面讲了文本召回和向量召回，它们是搜索引擎最重要的召回通道。最后简单介绍一下 KV 召回。图中画的是离线建立的索引，索引上的 key 是高频查询词，这些都是用户真实搜过的查询词，在过去一段时间被搜的次数高于某个阈值。索引的 value 是文档列表，每个查询词都对应很多篇文档。
由于离线做过筛选，下面这些文档与上面的查询词都有高相关性。当用户在线上输入一个查询词，要去检索下面的索引。如果用户搜索的是个高频查询词，就会命中索引。下面对应这些文档就是召回的结果。构造索引的时候做过筛选，索引上存的文档都跟查询词高相关。这样做召回的效率很高，召回的文档100%都有高相关性。前面已经讲了查询词处理和召回，下面是链路上最后一环，排序。前面的课讲过，决定用户满意度最主要的因素是相关性、内容质量、时效性还有个性化。那么排序的主要依据是这几个影响用户满意度的因素。相关性是查询词和文档两者之间的关系，相关性在排序中的重要性最高，文档的排序主要由相关性决定。搜索引擎在线上实时计算相关性，使用多大的模型取决于算力有多充足，每一家公司都不一样，4层、6层或者12层的 BERT 模型我都听说过。内容质量针对的是文档、作者或是网站。内容质量有几个维度，包括 EAT、文本质量以及图片质量。在文档发布的时候，或是被爬虫检索到的时候，算法就会计算文档的内容质量，得到很多分数，把这些分数写到文档的画像中。时效性主要指查询词对新的需求，查询词处理环节负责分析时效性需求，把结果传递给排序服务器。如果查询词有时效性需求，那么文档的年龄会成为排序的主要因素之一。还有个性化，在不同搜索引擎中起到的作用有所不同。比如小红书的搜索很看重个性化，个性化的重要性仅次于相关性。但是在网页百度中，个性化的重要性就比较低了，原因是用户不登录账户，个性化很难做好。个性化会反映在用户喜欢点击和交互什么样的文档。搜索引擎会用多目标神经网络去预估点击率和交互率，把它们作为排序的因子。这个地方跟推荐系统几乎相同，推荐系统个性化的技术对搜索排序也适用。概括一下，搜索排序需要用多个模型计算多种分数，包括相关性、时效性、内容质量、个性化。其中最重要的是相关性，消耗算力最多的也是相关性。搜索排序一大半的算力都用在了相关性 BERT 模型上。我画个图解释一下搜索排序的原理。刚才说了，搜索排序的主要依据是相关性、个性化、内容质量还有时效性。其中相关性和个性化是在排序阶段线上实时计算的。相关性是用 BERT 模型计算，个性化是用多目标神经网络预估点击率和交互率。文档内容质量有很多个维度，包括文本质量、图片质量、EAT 等等。这些是在文档发布的时候用不同的模型和规则计算出来的，存储在文档的画像中。还有时效性，是在查询词处理阶段实时计算，然后传递给排序服务器。排序的第一阶段是打分，就是计算或者收集下面这些分数。得到这些分数之后，要把分数融合起来。融合可以用规则，也可以用 Learning to Rank 模型。融合得到的分数基本上决定了搜索结果页上文档的排序。得到融合之后的分数还会对文档的顺序做小幅的调整，这个阶段叫做重排。调整主要是多样性和业务规则。到此为止，搜索的整个流程就完成了，排序好的文档会被展示在搜索结果页上。这节课内容讲完了，最后做个总结。搜索引擎的链路上主要有3个环节，分别是查询词处理、召回还有排序。查询词处理环节有很多功能模块，比如分词、词权重、类目识别、意图识别、查询词改写。后面的召回和排序会使用查询词处理的结果。召回的作用是从文档数据库中检索可能与查询词相关的文档。最主要的召回通道是文本召回和向量召回，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召回通道作为补充。召回的量很大，可能有几万篇文档，在做初步筛选之后，把几千篇传递给排序。排序可能会分为粗排和精排2阶段，原理基本相同，区别只是打分量不同，用的模型大小不同。排序会融合相关性、点击率、内容质量、时效性等很多分数，融合后的分数基本决定了文档的顺序。最后可能会对文档的顺序做小幅的调整，就是用户最终看到的搜索结果页。
在结束这节课之前，出一道思考题：某个搜索引擎的时效性做得很差，该从哪些方面来改进呢？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，在视频下方留言。我给个提示，你已经大致了解了搜索引擎的链路，那你思考一下，链路上每个环节分别能做些什么，让时效性这方面的体验更好。这节课介绍了搜索引擎整体的链路。这节课只是让大家有个大致的了解，后面的课程会详细讲解其中的技术细节。这节课就讲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。